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武器库要被掏空了，俄罗斯军火出售又有困难，那么会有多少空间让中国军工去填满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俄乌战争打了快2个月了，乌克兰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顿巴斯可能要消耗大量弹药。用泽连斯基的话讲，现在的需求量比现在的拥有量要大得多。虽然当前乌克兰得到了来自东欧国家补充的坦克、防空导弹，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提供的各种单兵防空导弹，还有反坦克导弹，但是呢，美国也担心，他们花1周时间向乌克兰运送的弹药，乌军1天就消耗没了。这种消耗速度导致现在很多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时候，也纷纷表示玩不下去呀。大家手头上的武器总要留下大头给自己看家护院用，不能全给乌克兰吧？美国自己库存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已经给了1/3，只剩2/3，地主家眼看着也没余粮了。而且美国还说，标枪反坦克导弹生产也出了问题，产能跟不上。所以美国要是都没法保证供货，那么其他北约国家就可想而知，民主世界的军工厂、军火库好像有点要被乌克兰掏空了。而另一边呢，俄罗斯军工行业好像也要面临很大问题。这场战争中，大家普遍感受是，除了几种新武器之外，整体上俄罗斯造的武器装备表现不佳，而且双方打成什么样，我们通过媒体看到都是俄式坦克被击毁，俄式飞机被击落，俄式舰艇被击沉。战争中损失的可都是俄罗斯武器的形象。虽然说俄罗斯各种反坦克导弹战果也不少，但是新闻媒体上传播更多的还是西方武器怎么击毁俄罗斯坦克、飞机的视频。所以肯定将来购买俄罗斯装备的国家会更少。而且呢，现在西方对俄罗斯采取了一些严厉的制裁措施，无论是向俄罗斯提供军工产品零部件，还是购买俄罗斯武器装备，都有可能被制裁。这就导致了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可能无法去交货，再加上俄罗斯自己重建部队也需要大量的补充和更新，产能可能会变得特别紧张。这个咱们以前还说过，最新的影响就体现在印度身上。这次呢，印度还取消了48架直升机订单，估计印度也是对俄罗斯的军备没信心了。但是仗既然打起来了，还没完没了。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态度还那么强硬，那么从俄乌蔓延出来的对立情绪还会继续覆盖欧洲以及亚洲一些地方。这样缺乏安全感的氛围，会让不少国家最近增加军费投入，增加先进装备的储备需求。就在美国缺货，俄罗斯没法完全供货情况下，一些武器装备的需求还在上涨。那么这些武器就成为国际市场的紧俏商品了，所以现在有实力的网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分市场。现在呢，国外已经有人开始认为中国会努力争夺这部分市场份额，不过也有人会说，中国现在要争夺这样一个市场难度也很大。比如说苏35这次被击落，俄罗斯战斗机恐怕以后真的很难再有新的买家，但是俄罗斯让出来这部分呢，估计法国有可能抢走绝大部分份额。中国的骁龙和歼10虽然是打开了市场，但是比用户数量的话，肯定比阵风的客户要少很多。将来还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实战，证明中国战斗机的实力，才能赢得更多订单。不过呢，也不必着急，我们的市场份额有增长就是成功。相比之下呢，倒是无人机、各种精确制导弹药是中国这几年的优势。现在市场上最缺的就是各种反坦克导弹、单兵防空导弹。这些领域恰好中国能做到世界一流。你看珠海航展就很有说服力，我们武汉、广东的一些民企都能做出中远程的成像制导的各种反坦克导弹，我们传统的军工大厂就更不用说。而这方面的先进性已经通过了一系列实战得到了国际认可。尤其是巴基斯坦还有中东一些国家是我们传统客户，这些国家购买中国武器，美国也管不了。那么将来以这些国家为桥头堡，我们还能继续扩大市场，树立中国武器的先进形象。尤其是现在正是开拓经营的好时候。当然，这种竞争不仅仅是为了商业利益，也是另一种样式的战争，是通过外销的装备体现中国军力的强大形象。那么就可以在政治层面告诉很多国家，安全也可以 made in China， 进而还可以推动这些国家跟中国开展地区安全合作，形成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框架。一带一路呢，是让我们能够团结更多国家发展经济，而维护地区安全的国际军事合作也是为我们的布局保驾护航。在未来的博弈中，主导地区经济和主导地区安全对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好，关于俄乌战后
中国军工的市场发展。今天呢，我们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